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食尸鬼的下一集。收容所时间结束之后啊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咖啡馆迎来了一位毛手毛脚的新成员罗马。香香为了考上小金的大学彻夜奋斗。此时月山来到店里，他受店主的委托潜入青铜树的内部调查关于小金的事情。得知小金在吃掉杰森之后又吃了不少的同类，吞噬同伴的食尸鬼会获得强大的力量，成为鹤者。小金的改变让月山这个本就馋他身子的变态更加馋了，巴不得直接扑上去咬一口。厨师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小金的感情，特地的追上了月山，向他询问关于小金的事情。于是月山邀请他去了之前和小金约会的咖啡馆。月山教了厨师不少英语，还得知了金木犀的花语是谦虚高尚的人，以及初恋和真实的爱。三两句就把厨师小姑娘说的是满脸通红。月山借机离开，到洗手间狂吸着带着小金血迹的手帕。好家伙，你还给密封起来了！东京痴汉非你莫属。厨师在等待的过程中偶遇了作家高龟泉，高龟泉自顾自地坐到了月山的位置上。厨师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烦恼，他想要成为小金的力量，但是自己却什么都做不到。高龟泉实话实说，厨师和小金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现在的厨师根本帮不了小金。看着厨师失落的表情，高龟泉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他，表示之后又有烦恼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。之后以取材写作之名来到 CCG， 正巧碰上了小袁和林屋，于是小袁破例接受了高龟泉关于食尸鬼的采访。而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工创造食尸鬼是否能成为可能，利用食尸鬼的身体器官转移到人体之内是否能够创造。小袁也愣了，只是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。但高龟泉目的并不在此，而是在走的时候无意间告诉了小袁20区的一个特殊咖啡馆。此时咖啡馆里只剩下了罗马和店长。小金突然破门而入，吓坏了罗马。之后小金和店长上楼谈话，他向店长询问了关于独眼之枭的真实身份。店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位名叫方村的食尸鬼，因为强大的实力被某个组织看中，成为了一个杀人机器，不管是人类食尸鬼都无一例外的斩杀。但他依旧十分寂寞，世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直到他在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人类女孩尤娜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但不久之后，尤娜就发现了他的食尸鬼身份。方村为了不暴露，狠心杀人灭口，却没想到自己被尤娜紧紧抱住。他接受了他的食尸鬼身份，很快尤娜怀孕了。但是人类和食尸鬼孕育的孩子很难降生，为了让孩子获得足够的营养，尤娜也开始吃人，并引发了奇迹，他们的孩子降生了。同时组织的人也开始追杀他们。尤娜不幸死在了逃亡的过程中，方村无奈将刚出生的孩子放在一边，独自和追杀他的组织殊死搏斗。他活着回去了，但他的孩子却消失了。多年之后，出现了一名被所有人憎恨的枭，独眼之枭正是他的孩子。可以这么说，枭有两只。青铜树的首领袭击23区收容所的那一只是店长的女儿，而在11区出现营救小金的则是店长。回到咖啡馆里，厨师得知小金回来的消息后，马不停蹄地赶往图书馆，立刻通知刻苦学习的香香。可等到香香回来之后，小金早已离开了。香香追了半天，两人终于在一座天桥上相遇了。店长希望他回到安定区，但是小金想要变强，去保护自己重要的人。香香不明白小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冲上去就要给小金一拳，但都被小金轻松躲过。直到香香吼出一句“你这种人永远不要回来”之后，小金愣神之际被一拳打飞出去。香香又冲上去打了2拳之后，失落的离开了。香香离开之后，小金摸着自己的脸笑了，而香香事后也后悔自己说了伤人的话，但心情却好了不少。看着露出微笑努力学习的香香，厨师深藏起了自己对小金的暗恋，推开阳台发出了无声的呐喊。小袁带着灵屋来到了高龟泉口中的咖啡馆，向店长询问起了关于小金的事。店长说小金已经失踪，联系不上很久了。小袁问起自己是不是和店长在哪里见过，被店长糊弄了过去。之后小袁起身告辞，说自己还会再来的。小袁走后，天空开始飘起了雪。他向总部报告了关于咖啡店的事，并肯定店长就是独眼之枭。咖啡馆在这一天迎来了很多的客人，大家都十分忙碌。店长以大楼维修为由，让香香跟厨师搬去和四方一起住，眼镜哥和罗马也各回各家。此时的咖啡馆已经被 CCG 死死盯上。小袁在晚上再次来到店里，店长亲自为他冲了一杯咖啡，并破例和客人一起喝了起来。两人如同老朋友一样谈论着咖啡的冲调方式。小袁离开的时候，店长并没有收他的钱。深夜的店里只剩下了店长和2名老员工。入间和古间面带微笑地品尝着店长亲自冲泡的咖啡，坦然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结局。CCG 对咖啡店的讨伐作战很快确定下来，这注定会是一场惨烈的死战。按照惯例，所有参战的队员都要提前写下遗书，所有人的心情都极其的沉重，他们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走下去。林屋不知道写什么，小袁就让他感谢一下朋友。龙泽回到了久违的家中，见了一面母亲，死亡的恐惧让他泪流满面。遗书上只有潦草的4个大字：我不想死。特等搜查官有马贵将的遗书再次交了白卷。亚门和阿小探望了白鸠，阿小第一次向亚门诉说了自己和鸠的纠葛。他的父母曾在24区的搜查小组工作，在一次任务
中遇到了强大到变态的萧，总部命令小组立即撤退。他的母亲薇因为最强被留下断后，母亲被萧杀死之后，父亲就疯了，他开始疯狂的拘泥于萧的下落。父亲死后，阿晓就发誓自己一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亲手杀掉萧。说着，阿晓一把扯住了亚门的领带，迫使他低头，踮着脚就亲了上去。面对美女下属的第二次投怀送抱，亚门这个钢铁直男干了什么呢？他伸手捂住了阿晓的嘴，这个福气你不要可以给我吗？入夜之后，讨伐萧的作战在和修局长和丸手特等的指挥下正式开始。以咖啡馆为中心，20区整区被设为警戒区， CCG 队员在咖啡馆面前严阵以待。作战正式开始，但还没等突击队员进入咖啡馆，店里就走下了2只戴着面具的食尸鬼，正是20区曾经的风云人物魔猿以及黑犬。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将所有靠近的人屠杀殆尽，并迅速召集部下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这2只曾经斗得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，如今为了保护咖啡店而联手。店长化身独眼之枭正式现身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混战正式开始。在看到电视上咖啡店被攻击的消息后，香香立刻动身回安定区，却被四方拦了下来。并非是他们见死不救，而是这场战斗是他们的赎罪之战。陆剑和古坚在加入安定区之前，都曾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食尸鬼首领，他们分别率领着魔猿和黑犬2支队伍作恶多端。即使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，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也无法抹去，而这场战斗就是他们给自己的惩罚。香香不管不顾地朝着咖啡馆飞奔而去，他再也不要失去任何同伴了。同样看到安定区被袭击新闻的小金也决定回去战斗。临走之前，眼镜哥来找了他。安定区出事之后，他也被盯上，为了贵位的安全，他必须逃走了。安稳美好的生活就像梦一样，瞬间就破碎了。正说着，两人身前出现了一人，正是匆匆赶来的月山。这次 CCG 出动的惊人数量，就算是他出动月山家所有人脉都无法对付。在阻止小金送死无果之后，月山疯狂地向小金发起了攻击。如果小金出事了，他该怎么办？对于他来说，任何阻止他品尝小金的人，就算是小金本人都不行。东京痴汉，不愧是你啊，月山！但小金已经是今非昔比，很轻松地躲开了月山的致命攻击，并将月山打倒在地。他已经不想变回那个什么都做不了的自己了。咖啡馆的讨伐战还在继续，面对着 SSS 级实力的独眼之枭，普通的队员就如同蝼蚁一样，说捏就捏死了。他从体内爆发出无数尖刺，瞬间就将身边的队员全部贯穿，场上尸横一片。在萧可怕的威压之下，队员的心中一片绝望。就在此时，佩戴着库因克装甲的小圆和黑盘及时出现，一人一边斩断了萧的双臂。与此同时，魔猿和黑犬也分别遇到了2位特等搜查官。望远特等使用的是热武器加农炮，很快就将魔猿轰得无法近身，只能到处躲藏。魔猿躲在暗处伺机偷袭，但就在他扑上去的瞬间，大股力量从望远的枪口激射而出，魔猿及时用尾巴勾住墙壁，堪堪在攻击范围之外停住。随后光炮猛地爆开，化作无数道利刃冲击波，将周围的整片空间都炸成了粉碎。魔猿在此中闪转腾挪，愣是没被打到一下。察觉到望远的加农炮是由手提箱蓄能的时候，魔猿瞬间扑上去，几下就将手提箱的连接切断。望远无力跪倒在地，魔猿抓住机会瞬间扑了上去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那桶炮居然还有第2形态。只见炮筒猛地伸长，一发贴脸炮轰之后，将猝不及防的魔猿整个贯穿。魔猿的面具掉落，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但同时望远也大意了，魔猿的尾巴悄无声息地伸出，直接将炮筒切碎，并给予了他致命的打击。在魔猿奄奄一息的同时，黑犬也遇上了波川特等的围攻，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中。魔猿和黑犬的命运究竟如何？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接着讲。